昨天他让我订票，他要出差。这一次他要带上我，我实在是害怕在途中会发生点什么。我想来想去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我也不知道该去找谁。明白。那郭玉，你今天来的意思是说，你是想在法律上咨询一个意见呢，还是说你希望打官司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是在京北也没有个亲朋好友，这种事情也没有办法跟家里人说，所以我想来想去，就来这儿了。郭玉，我是律师，所以作为律师，我只看证据啊。我现在所说的一切呢，就是你刚才所说的那些为前提。如果你说的都是真的，那杨伟达杨先生这种行为，他已经是非常严重的性骚扰了。那如果你手上有充分的证据的话，那他可能涉嫌猥亵罪。可是他对我动手动脚，我没有什么证据啊。那性骚扰这方面，我有他给我发的信息，你能给我看一看吗？啊，你先喝点水。这含义不明确，这可以做各种解释的。如果以现在这个为证据来告他性骚扰的话，肯定是不够的。那这怎么办呀？他做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当着别人的面做呀。这就是职场性骚扰的面临的一种困境了。因为第一呢，他就举证比较困难。如果你没有留有当时的这种文字录像或者是录音的话，就很难去证明他的这种行为。第二就是参考之前的类似案件，多数都是以赔礼道歉就了事儿了。第三就是，面对这样的事情，其实受害者最后受到的这种损失，可能还会比加害者要大。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吗？罗律师，您的意思是让我就忍着算了，是吧？哦，那不，我不可能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那您的意思是？我这样，郭玉，要不然你先在这儿坐一会儿，然后我出去一趟，我马上就回来，好吗？你等一会儿我啊。他说啊，你帮我个忙呗。什么事儿？帮我查查，在网上，咱们国家在法律上对制裁性骚扰是怎么规定的？性骚扰啊，不用查，几乎没什么办法。那你也帮我查查，沾边都查，谢了，我急用。哎，是不是有案子？你先帮我查查吧，我在咨询室呢啊。哦，好。证据不充分，回去重找。二前后语数，他说我写的像小作文就是原话，他跟我说的，他说你写的这个让法律觉得你有表演成分。哎，田律，秋绿你看见了吗？秋绿好像去档案室了吧？多谢啊。然后让我把这些全部删了。韩主任，你别这样。你跟谁说话呢？哈，是觉得自己傍上了。哎，方律师，哦，好的，秋雅，那个方律师叫咱们过去一趟。哦。
会可使那女孩走了？还没呢，没事儿，你交给我吧。进来，方律，来，英子坐。你和民商银行那个案子啊，情况有些不妙啊。怎么了？刚刚接到法院的通知，下周就要进行证据交换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案子要开庭了。民商银行那个律师陈硕没起什么好作用。银行案在离婚案以前开庭，并形成判决已成定局，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不利的。我今天喊你来呢，我就是想问问你，到底要不要向公安举报刘明诈骗？这可是你保住房子的最后机会了。如果报案的话，会有什么样的结果？公安可能立案，也可能不立案。但是我觉得呢，这个案子的案值呢不小。刘明贷完款之后，马上就把钱转到了国外，那诈骗的意图非常明显，所以呢，立案的可能性很大。一旦立案呢，刘明就会上公安的网上追逃名单。那他在国外的那个行踪啊，还有住址啊，我们都非常的清楚。公安把他追回来的可能性不是没有。都到这一步了，你对他还抱有幻想啊？不是，我总觉得这里面会有些我不知道的原因，所以在没弄清楚之前，我对他也下不去狠手。哎呀，女人呢？行吧，就这事儿。秋华，一会儿你留下，马上开庭了，咱俩好好准备一下。好。对了，方律，那个我还有一件事情想征求一下您的意见。你说什么事？咨询室刚才来了一个女孩，现在还在呢。她在职场上受到他们老板的性骚扰，然后来咨询法律意见。她是想打官司吗？不知道，她也是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也不知道该去问谁。作为律师呢，不能挑唆，你就把法律上的有关规定、法规，你就给她解答了，就算完成她的咨询。既然她来咨询我们，我们就从保护她最大的利益的角度出发吧，何为上吧。具体怎么说，你自己决定。明白了，那方律，我先过去。行。京北市第13届人大常委会上通过了一项草案，那里边有具体的规定。按照那个规定，杨伟达对你的行为绝对可以定义为性骚扰。再说从名誉权出发，《民法通则》第101条和第120条规定，公民享有名誉权，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，禁止用诽谤、侮辱等方式损害公民的名誉。公民有权要求停止侵害、恢复名誉、消除影响、赔礼道歉，并且可以要求赔偿损失。夏律师，出来一下，我有话说。郭玉，你稍等啊。怎么了？你来干嘛呀？不是你叫我帮着查查法律法规吗？行，你呢就接着回去打你的游戏吧啊。不是你这什么话呀？我说的不对吗？我是来解答疑问的呀。现在是我在值班，等轮到你的时候，你可以再来，好吗？啊，谢谢你给我查法律啊。哎，罗英子，我在学校的时候，他们叫我复印机，所有的法律法条只要看一遍，全都印在了这儿。以后你要查什么，直接问我就行，我都不用看书。行，好的。那个这个案子我们一块儿打呀。哪有什么案子呀，姑奶奶，你赶紧回去。性骚扰，你快回去吧，我忙着呢啊。哎，郭律师，哎，你坐，郭玉。你这个水都凉了吧？来，我给你换一杯啊。罗律师，您不知道这件事情我犹豫了多久。要不是因为要跟他出差，我也不会来这儿的。我总觉着自己是在恩将仇报。要不是因为杨总的基金会，我可能还在农村干活，说不定能嫁人生孩子。郭玉，你千万别这么想。就算是他们基金会资助了你上大学，但是他也没有权利这样的对待你。
在这件事情上肯定是他做错了。但是郭玉在民事案件的审理中，有一个法律上的术语叫"谁主张谁举证"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你想主张他性骚扰了你，你就要拿出证据来。我手机短信就是证据啊！我知道，我也看了，但是这个短信的证明力，在法庭上是很薄弱的，它可以做多种解释。所以，如果你真的想告他性骚扰了你，那你就要拿出更确凿的证据。那这有什么证据啊？他做这种事情也不可能当着别人面做呀。所以，就以现有的证据来看，如果真的走到诉讼阶段，在庭审上是很难被认定的。可是他明明发生过呀。郭玉，惹不起咱躲得起。老家那边好找工作吗？罗律师，您是京北人吗？我不是，我是山东人。那您为什么不回山东工作呢？对不起啊，郭玉，我也不是那个意思，要不就当我没说吧。那他现在让我帮他订票，后天要出差，我现在该怎么办呀？要不你去趟医院，开一个假的假条，咱先躲过这一回再说呢。那行吧，谢谢您，罗律师。那我先走，咨询费在哪儿交？哦，别客气了，就当咱们是私人对话吧，这一次就免费了。不用，咨询费我还交得起。那我问问前台吧。哎，小张你吃，挺好。哎好好，你吃你好，里面请。就在那边。好的。刚才啊，觉得聊得挺好的啊。是，就是这价钱有点贵。但是那小张刚才跟我说的，我觉得还挺好的，挺有道理的。是啊。有头有绪的，但是这案子他们能接？那我们要找他们吗？要不咱们再考虑考虑吧。是。那女孩呢？走了。你怎么答复她的？能怎么答复呀？也不能劝她打官司，就安慰几句呗。劝她要不就换个工作，实在不行就回老家呗。真是一个好建议，居然劝她回老家。谢谢。不然怎么办？你说他要是继续留在这伟达集团，就逃脱不了被骚扰的命运。要是让他离开，因为这件事儿，你觉得那人能让他在京北找着工作吗？不好了，不好了！有个女孩在楼梯间摔了，快去看看是不是咱们的人啊！快走走。罗英子，这案子我一定跟你一起干。大小姐，哪个案子呀？哪案子你介绍给我，我也想挣点钱。不是刚刚那性骚扰案吗？什么就性骚扰呀？人家就是来咨询一下，你不是把那个法律规定也告诉人家了吗？人问完人就走了。不是，他让人骚扰就这么算了？啊，那你说能怎么办？他怎么这么没出息呢？咱们别来何不食肉糜行吗？
算了算了，他又不懂事儿。别说了，这事儿就这么着了，大家都散了。邱律师，罗律师，刚才你俩在接待室接待的女孩，她摔倒了。啊？摔哪儿了？不好意思，过一下，过一下。哎呦，郭玉，没事吧？郭玉，没事吧？郭玉还能动吗？不行，我摸一下。不，快叫救护车！不，我没钱。你就不要管了，来，咱们来送医院去。哎，我来。哎呀，下次你就别添乱了。哎呀，喂，120吗？我们这有人摔倒了。你这个片子呀，我看过了，脚踝骨头摔裂了，没什么大事儿，出院观察观察啊。嗯，谢谢您哈。谁是家属来？住院费交一下。护士，我不住院。没事，我来，谢谢您哈。哎，谢谢。罗律师，我真的郭玉，你啊就好好躺着听医生的，先躲过2天再回家。罗律师，我真的不住院。哎，我就回家就行了。你别动了，你现在这样，你把这……还是我去交住院费吧。刚刚我去交过诊疗费，我知道在哪儿交。郭玉，你就好好躺着。既然你委托了我们，你就是我们当事人，我们肯定会对你负责的。哎，夏叔，夏叔，你等一下，你就躺。你先别着急。职场规矩，你知道吧？什么规矩？郭玉这边呢，别说现在还不算是个案子，就算将来算是个案子，也是我跟罗律自己的案子，跟你没关系。这个住院费呢，你也别张罗了，我们自己来吧。你快回去吧，这儿有我跟罗律呢啊。秋华，我不是想抢你们的案子，我是想和你们一块儿打。我知道，但是我们暂时不缺人手，现在。那这样吧，郭玉的代理费我出了，你带着我一块儿打吧。玩呢？花钱玩呢？打游戏呢？法院门口有的是打不起的官司，你随便去挑一个就行啊！你快去忙你的吧。要是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，我随时喊你。啊，忙去吧。哎，拜拜。拜拜。你把他轰走了？啊？你说你非招他干嘛？哎呀，我就是郭玉的事儿一着急，我就说让他帮着查一个法律规定，不是说他是什么法律书附录机吗？没想到把他给勾过来了。这住院费挺贵的，怎么办？能怎么办？咱交去呗。郭玉，你现在行动不便，有人照顾你吗？我可以的。罗律师，我加您个微信吧，我把诊疗费给您。这些钱，这些钱我还是有的，我就加您个微信吧，我把钱转给您。谢谢您啊，罗律师。那我们就先走了。这几天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你给我发微信，别客气。谢谢您。走了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是你真有证据，就算是我们能给你告赢这场官司，又能怎样？依照现在的法律规定来说，情节最严重的，也就是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和500元以下的罚款。且不说杨伟达能受到这样的处罚，他有多难，就算是真走到那一步了，你有想过自己的未来吗？你做好这样的心理准备了吗？如果真到了那一步，你离开伟达集团，你还能不能找到工作？要体面就是会
着头空心的缺，居然连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女大学生，遇到这种事儿，都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去解决。这种事儿呢，别说人家媒体打官司的事儿，就算是提了，作为律师，你也要往西宋的方向去引导。关键是啊，这种性骚扰的案子没法打，就算打赢了，也没有什么结果，受害者往往会受到2次伤害。他们还在，你敢不敢爱？释怀出来，昨天的眼泪早已风干，早有答案。当我走完人生的一半，回过头来，那些阻碍也成为笑谈。亲爱的我和心中的爱，去年未来。我出去会见当事人，有什么事儿，你给我打电话，好吗？韩主任，先别走。有件事儿我通知您一下，我要单干了，和罗云子搭档。什么？这3个案子我要带走，毕竟都是我做的，您先看一下，有个心理准备。疯了，吃错药了？我一会儿就把卷宗拿走了。你想什么呢？这3个是我最赚钱的案子，你想拿走？谁给你这么大口气？秋啊，以后你的前程包在我身上，你跟了我，我的案子咱们俩一起做，咱们就可以夫唱妇随。你居然跟我录音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只要我的案子，协议虽然都是你签的，可活儿都是我干的，这是我的劳动成果。秋华，你就是一个白眼狼。如果没有我，就凭你怎么进大所？怎么会有案子？怎么能转职业？居然给我录音，想干什么？啊，想公开？告我吗？好，随便，你去告啊！我只想要那3个案子。我跟人家签的代理协议，你怎么拿走？我和罗英子来办，代理费分您30%。做梦！有本事你去告我！韩主任，我要是真把您告了，您承受不起的。这3个案子我就拿走了。哦，对了，梁律跳槽了，他的办公室以后就归我和罗英子，所以从明天开始，我就不来您这儿上班了。哟，来了。
英子啊，以后咱们不在这儿办公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没出什么事儿。你看那屋，梁律跳槽了，以后那屋就归咱俩。能成吗？我跟老韩打过招呼，走去看看。哎，我说可以哎，我说，哎，不错啊，哎，这电脑也是咱们的，嗯，行，这电视也是咱们的，当然了，可以。朝东，你知道朝东意味着什么吗？嗯，发财，有点意思。意味着你要跟我单干。这3个案子是我从他那儿拿出来的，每一个案值都在100万上下。不是这上面签的他的名儿啊，他肯吗？他不肯不行啊，而且这上面也签了我的名字。我跟他说了，这3个案子我要拿出来打，代理费分他30%。你跟我一起啊。我算了，我看他的名儿我就嫌恶心。哎，对了，那个魏总打电话过来了，他说啊，让咱们跟他朋友，说让咱们和他朋友约着见面。咱自己有案子了。我去把我东西拿进来。嗯。怎么了这是？被开除了？说什么呢？人家罗律现在有自己的办公室了，正搬着呢。办公室？嗯，那个。升职了？我帮帮你吧，要不？不用，我自己能行。我哪知道啊？你那么好奇，怎么不自己去问主任？我放在那个框框。这个？嗯，就那边。行。这总算也是有自己单独的办公室了。怎么单独呢？这不还有我呢吗？早晚也把你给听出去。哇，有新办公室啦！哎，给你们带吃的了。你这又是干什么呀？还挺好的。罗英子啊，我也搬过来一起来。姑奶奶了，我叫你姑奶奶行吗？啊，你就别在这儿添乱了。啊，你看我们这办公室有转身的地方吗？您一合伙人那么大一办公室，你跟我们这儿挤着干什么呀？我一个人太无聊了，我想跟你们一起嘛。啊，无聊啊？我给你出个主意。什么？来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呢，给你爸打个电话，然后呢，让他给你雇一阿姨陪你玩啊，去吧。啊，不是，那个案子，什么案子？没有。你看吧，都是你惹出来的好事儿。来，不吃，不吃也得吃。你啊，你这个对人家夏叔这个偏见有点太明显了啊。我对他没有偏见，只是单纯的不喜欢。嗨，人家只不过就是有个好背景，心眼儿还是不坏的。
喂，郭玉。啊，怎么样？你脚好点了吗？罗律师，我求您帮我个忙行吗？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就是万一我们单位派人去你们那儿问，你们能不能说我是因为老家房屋拆迁的事情去咨询的，可以吗？可你只是来做法律咨询啊，你为什么那么怕人呢？不是，杨总听说我是在你们那儿摔的，好像有点怀疑了。他今天过来，话里话外就打听我是去干什么的。我怕他万一知道了，罗律师，我就求您帮我这个忙吧，我真的不能丢了这份工作。哦，好吧。郭玉怎么了？奇奇怪怪的。哎，你说，他明明就是受害者，却把自己弄得跟贼似的，不敢说不敢动，生怕被人抓着。那个，咱们抓紧时间吧，啊，做好准备。那个魏总啊，约好了，周湘和他那朋友见面，咱们要在这之前做出一套思路来。喂，您好。哦，我是，您是？啊，郭玉啊。啊，他来过，是咨询房屋拆迁的事儿。您哪位啊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哦，那你们公司对员工还挺关心哈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再见。杨伟达公司的人吧？一女的，不聊他们，翻篇了。哎，这个，魏总那朋友董先生。案件的基本情况，我看了，案值也不算少了。要按标的算的话，代理费怎么也得几十万。你怎么了？没怎么样。你是不是因为我劝郭玉别打官司？可你明明知道这案子没法打。没有，我什么也没说。我太理解这个郭玉了。自己被人欺负了，却像做贼一样。可你让他怎么办呢？一个人来到京北打拼，没资源、没背景、没后台。你可能会觉得，来到大城市闯荡的人，人人都没资源、没背景、没后台，可还是不一样的。你被官司缠成这样，你还敢贷款买车，还敢美容。还敢活得这么潇洒从容，换了我，打死也不敢。你知道我们之间差了什么吗？安全感。不管你在外面遭受了什么，不管你落到什么境地，你都知道你是安全的。可我们不行，我们身后还有一大家子人呢。我们得不到任何的支援，身上还背负着那么多人的期待。我们不敢有任何的闪失，一个失手，不光连自己，整个一大家子人都会死无葬身之地的。不管我们在外面遭受了什么，我们都不敢跟他们说。你劝郭玉让他回老家，确实比在这儿能活得更舒服。更简单一些，但难道我们就不配有梦想？我没那个意思，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劝他。
也是，要换我也得这么劝他。我只是说一个很可悲的现实，现实没那么可悲，起码你就没那么可悲。没准有比他还可悲的。你好，我是罗英子。哦，罗律师，我姓邱。邱律师，快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。哎呀，辛苦你们俩了。没关系。这老魏呢，是我多年的合作伙伴，是他向我极力的推荐你们。你们发过来这个代理思路呢，我也看了，很好，很有见地，很有想法。我们公司的法务跟你们比起来，那不仅仅是业务水平上的问题，更重要的是你们这种负责任的精神，让我很欣赏。谢谢。但是呢，想必你们也知道，我们公司是上市公司。上市公司凡是有重大事务，必须通过董事会来决定。不过你们也放心啊，我会尽快的把你们的个人资料和一些相关材料提交给董事会。只要通过董事会，我马上就跟你们签合同。同时呢，我还有个想法，这次不仅仅是这个案件的问题，同时我也准备把我们的法务交给你们来打理，怎么样？没问题，董先生。好。那是这样，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跟董先生讨论一下。好，来。像他们这样的公司，1年的顾问费起码怎么也给几十万吧。有了这几十万，咱俩以后温饱就不成问题了。再接案子，那就是奔着致富的路去了。你抿嘴笑是几个意思啊？我是佩服你，什么时候都能做美梦。为什么我遇到事儿就会往坏处想，而且最后还都应验了？墨菲定律说的就是你这回事儿啊！以后你也做做美梦，会实现的。美梦不是想做就能做的。那怎么，做美梦还得付钱啊？哎，你就不能给自己一点积极的心理暗示吗？别说我了。对了，方律师让我劝劝你，让你考虑一下刑事报案的事儿。如果官司一输再输，他压力也挺大的。看来你们是真爱过呀。真爱过吗？自从他突然跑了，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自己弄不清楚了。哎，但秋海，你想想，在这件事儿上，温丽是绝对脱不了干系的。如果我告了刘明，就会打草惊蛇，温丽一定会立刻想办法脱身。放过他，那我是最不甘心的。但我觉得你也得替方力宏想想，他在你身上连输2个官司，他对你会不满的。不，墨菲定律，我不会输那么多官司的。方力宏一定会对我很满意，很满意。来，把包给我。哎，你腿都这样了，你怎么还来上班呢？哎，不上班没人发工资。老板在吗？不是出差了吗？还没回来呢。一会儿有几个客户可能出去开个会，如果晚回来的话，你提醒我记得打一下卡。哦，知道了，去吧。哎，郭玉，田总让你来了，去他办公室一趟。田总找我？他在办公室等你。这件事情我是知道的。田总，您找我？
对的。嗯。行，那咱们就先这样。嗯。我这儿有点事儿，我先挂了。啊。啊，好。嗯，回见啊。对，哎，坐坐坐坐坐。还疼吗？不疼。哎，我的朋友给我拿了新茶，我很喜欢喝。哎，你尝尝，看你喜不喜欢。谢谢田总。没事。怎么会摔了呢？哦，我听说是在律师事务所门口摔了一跤。你怎么会去找律师啊？记忆里许多事情用过去，过去，我们多有默契。失去的所有人里，最怀念自己。不痛不惧，用沉默来代替错过的我，没多说一句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天生会乐观的人群，总在夜深人静自语，永远相信明天的和结局是我的超能力。为一个劫翻山越岭，走很远才惊觉已过去。雨过天晴，怎么算公平？歇斯底里的事，离开不必非要证据。曾经我用尽力气，所以不可惜。错过你也成为风景，没做好有什么要紧？若世界显得拥挤，踉跄步履，我依然独行，用热泪等执着回应，找回那个完整的自己。我会爱我，再计算公平。我会爱我，再计算公平。